如果你看到电梯和楼道里贴这种喜字，你会有什么想法？是不是潜意识觉得哪户人家要结婚了？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，那你很可能要遇到危险了。回想我前2天的遭遇，现在还是心有余悸。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，我刚洗完澡，准备舒舒服服的睡觉，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，门外响起一个粗糙的声音：“你好，我是住在楼下的，我家孩子刚结婚，我来给邻居们送喜糖来。”因为这几天电梯里贴了很多喜字，我也就压根没多想。可听着声音，门外是个男的，我又刚好洗完澡，实在是不方便。谢谢你，你挂门上吧，我明天起来就去你们家道喜。随后男人说道：“我们这里有习俗的，喜糖必须要当面给的。小姑娘，你是自己住吗？我带了好几份呢。”对呀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刚洗完澡，不方便开门，你挂门上就好了。语气中能听得出来，门外的人特别热情，要不是我觉得在穿衣服麻烦什么的，我就直接开门了。我们就这么推脱了一会儿，正巧同事给我来了电话，门外的人可能见我开门的机会非常渺茫，索性就走了。第2天起来，看到门上挂的喜糖，我就寻思着得给人当面道个喜。顺着喜糖上给的房号，我敲了那户人的家门，但是敲了半天没人应答。问了旁边的邻居，发现这家根本没有人住。随后我便问了物业，物业说公寓里近期根本没有结婚的。那这送喜糖人是哪来的？而且他怎么开楼下的门进来的？如果我当时真的开了门，这后果真的不敢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犯罪的手法一直在升级，多一些考虑，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就更能多一份安心。我差点被梦游的姐妹杀了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几天前的下午，我接到了依依的电话：“琪琪，我晚上可以去你那边住吗？”能听出她的语气中略带委屈。虽然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，但是我并没有拒绝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依依就拖着行李来到我家，看得出她心情比较低落，我就点了她最爱吃的烤串和奶茶，想着安慰一下她。中间了解到她因为和室友有了矛盾，吵了一架，想要在新找到房子之前单独出来住几天，可她似乎不愿意多提及矛盾的内容，我便没多说什么。稍晚些的时候，我就准备洗漱睡觉了。在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依依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我轻手轻脚的给她盖上毛毯之后，也回房间睡觉去了。后半夜因为口渴，我突然醒了，但怕打扰到依依休息，我并没有开灯，摸索着走出了房间。经过沙发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发现沙发上只剩下一条毛毯。依依去哪里了？难道上厕所去了？我因为困意缠身，并没有到处去找，拿了瓶水就直接回到了房间。我躺在床上想睡，却没睡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客厅里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奇怪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出啥事儿了？我刚想起身去查看，此时安静又黑暗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啮齿类动物磨牙一样。我放缓呼吸声，环顾四周，突然之间，我注意到在房间的左前方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直挺挺地站在角落里，正对着我。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拿起枕头使劲地扔了过去，大喊起来：“谁在那里？”人影躲开了，然而他依旧一言不发。只是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人影并没有做出什么多余的动作，他以一种极其僵硬的姿势缓慢地挪出了房间，随后便听到好像有人倒在了沙发上。我紧张地慢慢靠近门口，开灯向外观察，卧室里的灯光照到了沙发上，清晰地映照出依依的脸。刚才那个人影是依依，她是梦游了吗？隔天一早，我询问依依：“依依呀，昨天晚上你起夜了吗？”依依摇了摇头。我继续问：“那你以前梦游吗？”从来没有，至少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我若有所思，但随后也没有说什么，就出门上班去了。深夜里，我再次醒了，起身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客厅，依依又不在沙发上。我预先给自己鼓气，随后大声叫喊依依的名字：“依依，你在哪？”没有人回应。我看了一眼厨房和卫生间，还有卧室，都没有人。难道出门了？这么晚别出什么事吧？我立马拿出手机给依依拨了通电话过去。在静谧的深夜，我清楚地听到了一阵手机震动声，不过这一阵震动声在响了几声之后戛然而止。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衣柜上，因为我清楚地听到刚才那一阵震动的声音就来自那里。我走到衣柜边，朝着并没有关严实的柜门里望了过去。依依瞪大了双眼，正在衣柜里面静静地坐着。一瞬间，我汗毛竖起。依依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但是她依旧没有什么动静。激动的我立马上把衣柜拉开。你在里面干什么呀？我使出全身的劲把她拉了出来。依依被摔在了地上，跟随她一起掉落的还有一把水果刀。还没等到我回过神，她便迅速冲出了卧室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反锁好房门。凌晨3点，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枕头下面放着刚才依依掉落在地面上的那把水果刀。尽管我认为依依是梦游，但是我依旧后怕。
所以我拿起了手机，给依依之前的室友发条信息：睡了吗？正准备睡。什么事？你和依依因为什么事情闹掰的？小婷犹豫了一会儿才回复：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依依和你在一起？我觉得她有点奇怪，你小心点，那女人有病，她半夜想对我动刀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就出事了，你最好别和她往来，她太恐怖了。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，直到天亮，我就找了个借口让依依搬了出去。后来我就和她便慢慢的断了联系，直到最后我也没弄清楚那2天晚上她到底是在梦游还是清醒着的。我从没想过因为我拍的照片害死了人，而我也一直生活在愧疚之中。那天我跟闺蜜在一起聊天，突然听到一阵争吵缠斗的声音，循着声音便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被2名民警按住，他满脸愤怒，衣服脏兮兮的，嘴里一直在喊着不是我，凭什么抓我。站在他们不远处便有个穿短裙的女孩，歇斯底里地喊着就是他，你个变态，刚才要拍我的裙底。没想到这种事会被我碰到，出于爱凑热闹的本能，我心血来潮地拿手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。而嫌犯可能是听到我手机拍照的声音，便望向了我这边，也是很巧合的，我居然拍到了他的全脸。由于闺蜜的催促，我们便很快地离开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想着获取些热度，我便很快把照片发到了某平台上，标题为警察抓住可恶的偷窥狂。刚发出去没多久，很快就有人评论回复，基本都是指责偷窥狂什么太可恶，甚至还有人对我不断的夸赞，拍得好，让大家也都认识认识这个人，以后看到这个变态就都离远一点。博主真是正义使者。看着评论区涌入的大量正面评论，我满足的睡去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事情经过1晚上的发酵，热度一度冲到了前几名，参与评论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大家在把我当成英雄的同时，也开始人肉那个嫌疑犯了。他们扒出来那个男人的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，甚至家人的合照等。越来越多的键盘侠们这次总算是有机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指责着男人的一切。听说男人的妻子因为这件事跟他离婚，他的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，父母被人在街头羞辱，男人基本成了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眼见事情被越闹越大，我心里愈发的不安起来。果然在几天后出事了，官方发布新闻称那名所谓的偷拍狂是被冤枉的。多日的舆论让男人苦不堪言，并且最终自杀在自己家里。我瞪大了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心里的愧疚更是袭上心头。当我再次打开社交平台后，发现上面的舆论也都变了样，评论区的言论开始转变方向。原本赞同我的网友们，现在立即变了一副嘴脸，开始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我。拍照的人真该死，如果不是你不分青红皂白乱拍乱发，也许男人也不会自杀吧，全是你的责任。对，应该判他死刑，给男人偿命，甚至问我为什么不去死。一瞬间，大家都开始为那个男人不平，心疼他的家人，好像前几天那场闹剧，他们完全不曾发言，全然没有参加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大家不仅指责拍照片的人，甚至开始有大量网友自发人肉。我上传的照片很快被破译，我的正脸被放大，家庭住址、人员关系、工作单位全部被曝光出来。我家门前开始出现各种用纸条写的留言，红油漆、黄符咒，这些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东西开始出现在我家墙上。这些人前几天还是说我是英雄，现在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狗熊。我也确实体会到舆论的恐怖，渐渐的我从不安变成了恐惧，整日活在愧疚之中。我再也不敢图便宜随便找民宿住了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脊背发凉。几天前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到了，忙碌了1年，我俩准备出去旅游放松几天。但是我老公是那种典型的铁公鸡。小冉，你看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我看了眼他的手机，嘴角抽了抽。林泽，你又从哪个平台找的房子啊？民宿特价优惠，这个价格堪称骨折。林泽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想到之前出去旅游林泽订的那些房子，虽然有些小瑕疵，但是也还不错，我也就同意了。但我没想到后面竟然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进屋后，我看了看房子，意外地发现竟然还不错。想着已经很晚了，我俩就在沙发上吃着晚饭，看着电视。就在我困得不行，准备回房间睡觉时，突然听见有脚步声。这脚步声似乎是从2楼传来的。林泽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我惊恐地看着林泽，他皱了皱眉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可房东说了，房东在租房要求中写过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去2楼。当时签合同时，
我只觉得可能楼上是储藏室之类的，也没多想。但现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，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。没事儿，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去上面检查一下。我跟着林泽慢慢走到了2楼。2楼是阁楼，只有一个房间。林泽拉动门把手想把门打开，这个门被锁死了。他趴在门口听着屋内的动静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俩返回到卧室，锁好房门，并给房东发了消息，想问清楚2楼里有什么。2楼放了一些杂物，抱歉啊，可能是之前有老鼠还没清理干净，你们要是害怕的话，我明天来看一下。我看房东态度诚恳，想了想，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不是常住在这里，只要不去2楼就行了，我就没要求他过来。毕竟之前这种情况也不是没遇到过，谁让林泽总爱订这种打骨折的房子。第2天晚上，楼上倒是没有再传出奇怪的声音了。今天玩了一天，我有些累了，便想先去泡个澡。刚进浴缸坐下，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传来。我坐直了身体，紧紧盯着浴室门，却发现脚步声停住了。没事的，林泽就在楼下，有什么事我喊他，他能听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浴室门被敲响，我吓得一激灵。小冉，是我进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是林泽呀。我看着他开门进来，刚想怪他为什么要吓我一跳，却发现他表情特别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，林泽？他凑近我悄声说道。小冉别说话，听我的，你赶紧穿衣服，我们去收拾行李。我看着他的表情异常凝重，不禁有些害怕。我没多问，看着他着急忙慌地收拾完行李，以最快的速度拖着我上了车。直到上车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小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房东一直在监视着我们，而且我怀疑他就在楼上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震惊地看着林泽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原来就在我洗澡的时候，林泽无聊地调着电视节目，无意间点了个按钮，电视画面中是个房间，虽然有些熟悉，但他并没有多疑。直到再次换了台，却发现我正在浴室洗澡的画面，他才意识到这是监控的摄像头拍摄的，这肯定是房东特地安装并用来看租客隐私的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别的企图。我看着林泽皱着眉，全身汗毛竖起，转头看向了别墅。黑暗中似乎有个影子就在阁楼上，拉开窗帘偷看我们。转过头，我和林泽商量着报了警，在房东还没来得及收掉所有的监控设备前就被警察抓住了。我们轻松的旅行变成了可怕的噩梦，从那之后我们再也不敢随便订房间住了。我从没想过，手机上和我聊天的竟然不是我的姐姐。我的姐姐毕业后就去了外地，我们每天都会聊天，分享一天的趣事。今天早上，我连续给姐姐发了3条消息，都没有回应。我虽然有点疑惑，但以为姐姐是忙于工作，就没当回事。第2节选修课时，小可，姐姐在上班的路上，脚被砖块砸伤了，你能过来看看姐姐吗？看到姐姐发来的消息，我有些担忧，但是隐约感觉她说话的方式有些奇怪。小可是我的小名，可姐姐一般只有生气的时候才这么叫我，而且姐姐都直接说我，很少自称姐姐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我盯着屏幕，刚想回复，那边突然又发了2个哭哭的表情过来，我皱了皱眉，那种不安的第6感又涌上心头，就好像对面在跟我聊天的根本不是我的姐姐一样，因为姐姐聊天从来不发表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复道：姐，你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，我看看你伤得严重不？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回了一句：好吧，你等等。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是姐姐的脚部照片。我们之前一起做美甲的图案还没全掉完，脚面上还裹着纱布，但应该不是很严重。我松口气，看样子是我太敏感了。我又和姐姐说了几句话，但她话里话外都是让我过去看她的意思，我便只好答应她。我明早请完假就来看你。不行，对面态度强硬，随即似乎认识到不对，放缓了语气。姐姐一个人晚饭都做不了，小可晚饭前能到这吗？晚饭前我试试吧。心里却对姐姐这样强制的态度有点抵触。下课后，我赶忙回到寝室收拾行李。小可，你去哪儿？室友问我，我顺手把手机递了过去。我准备请假去照顾一下我姐，她脚受伤了，
室友看着手机，我们一会儿要排练啊，明天就要上台了。我看你姐不是有人照顾吗？我心头一震，她不是一个人吗？我迅速凑了过去，你看这角度，明明就是另一个人拍的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照相功能，往自己的脚拍去，尝试了几次，果然这个角度很难自己才能拍到。我觉察到不对劲，我赶忙拨通了姐姐的视频电话，铃声响起不久便被挂断了。姐，你怎么不接视频？对面很快回复，姐姐现在很累，打视频干什么？你不是马上就过来了吗？我盯着她的回复，猜疑越来越重。姐，你上次给我买的那条裤子的纽扣掉了，我带到你那儿，你刚好帮我缝一下呗。好，那你带过来吧，我顺手帮你缝了。看到这段话，我如坠冰窖。他上次给我买的明明是双鞋子，而且他根本不会缝衣服，现在跟我聊天的到底是谁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赶过去的同时也给发小打了个电话。他和姐姐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了解了事情原委。他主动提出装成物业先帮我去看一下。我坐在车上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家里的灯是亮着的，我敲了好久的门，没人回应。你姐是不是睡着了？那你有听到狗叫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难道出去遛狗了？坏了，真出事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赶忙打电话报警，警察也说很快就到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看到警察正好押着几个人出来。我冲进屋子里，最先看到的是躺在门口僵直没了呼吸的乐乐。我身体不自觉地抖了起来，走进卧室，看到发小正在安慰着姐姐，鼻子一酸，直接冲过去扑到姐姐的怀里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一个拐卖妇女的团伙，早就盯上了一个人住的姐姐，并在早上姐姐准备上班时冲进了姐姐的屋子。可没想到我刚好给姐姐发了消息，就想把我也骗过去，我才会觉察到不对劲，并且报了警。也很感谢我的室友和发小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两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在查询这几天的监控录像，我发现这两个孩子经常在门口蹲守着我回家，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录像时间7月12日，也就是今天。我左右观望，小心翼翼地解锁进门。5分钟不到，两个小孩出现在我门前，男孩熟练地按着密码锁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输入密码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到，大一点的女孩子站在凳子上，透过猫眼在观察，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男孩口袋里也鼓鼓囊囊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呼吸不自觉地急促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，眼中满是后怕。保安里一个人冷不丁地开口，这两小孩是怎么知道密码的？年纪大一点的保安在一旁操作电脑放大画面，示意我们看向走廊的窗户，那上面映出一双睁大的眼睛。你开门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盯着你输入密码。之前他们故意在你门口设各种陷阱，就是为了窃取你家的密码。他怎么做到的？窗外的位置有个小平台，他应该是踩在那个上面。他侧过头认真地对我解释，我瞬间鸡皮疙瘩遍布全身。这还是小孩吗？看完全部的录像，我害怕到不敢踏出监控室的门口，那两道如影随形的眼睛似乎就在外面等着我。我不敢细想他们要是进了我家门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我叫明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个保安小哥说道。就在我们刚走进楼道时，突然听到轰隆一声，身后好似有重物坠落。我刚想回头看，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，别看了，先回去。我虽然应和着，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气，还是被我鼻子捕捉到了。转而我们进入了电梯，明成按了8楼的按键，便掏出手机快速的打字，好像在给谁发着消息。我们从电梯走出后，明成的眼神停顿了几秒，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我家门口画着一辆格子公交车，蓝色粉笔画出大致的轮廓，旁边用红色黏腻液体画了3个歪歪扭扭的字，捉迷藏，上面有很明显小孩的脚印，一个大一个小，那两个小孩还在这。我瞬间心惊胆战起来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明成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他对讲机里传来了声音，三幢有人跳楼了，似乎是从8楼跳下来的，是一名女生。对讲机滋滋的声音传来，我这栋楼不就是3幢吗？那8楼。我想起刚才楼下重物坠落的声音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正在我思索时，隔壁邻居的门突然开了，2个小孩从里面走出来，似乎没预料到我们俩在这里，笑意僵硬挂在脸上。男孩子手上拎着一个黑色的包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明成瞬间冲上去控制住了他们，在他们想从包里掏出什么之前，死死捏住了他们的手。叔叔，你干嘛？你捏疼我了！小女孩眼巴巴地瞪着明成，随即又看向了我，眼角带上眼泪。姐姐，你让叔叔放开我吧，
他拽得我好疼。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明成转头过来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：别听他们说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我注意他们很久了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孩子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俩，凑近之后才发现，小孩的脸并不似正常孩子那种光滑水嫩，脸上甚至有点沟壑。本市新闻播报：7月12日17时许，马吉小区发生一起女性坠楼事件。经警方调查后发现，这是一起人为的入室抢劫凶杀案，凶手为一男一女2名成年侏儒症患者。他们凭借身体的优势骗取同情，进而实施作案。在这里提醒广大人民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昨天的新闻报道，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。后来的事情还是明成告诉我的，那2个假小孩因为身体的问题，找工作时处处碰壁，生活里也常被别人瞧不起。渐渐的，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，仇视比他们健全的正常人，为了生存下去，把自己假扮成小孩子，在附近小区踩扁，打着捉迷藏、玩游戏的幌子，让人放松了警惕，便开始作案。他们在我这里没能得手，就把目标对准了我隔壁的姑娘。她出差刚回来，当小女孩提出姐姐，我想上厕所，隔壁的姑娘心善，让他们进屋子了。女生最初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发现他们偷偷翻找自己的东西，3个人才争吵起来。他们担心事情就此败露，索性将女生扔到了楼下，活活摔死。当明成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听时，我震惊不已。原来同情心真的也能害死人。